今天早上下了一场雨，感觉还有点冷呢。我又穿长袖了。这个罐子里面谁在做窝啊？好勤劳啊！这个袋子你可不能扯啊！我里面种的还有葫芦嘞。到处找材料，这家伙什么垃圾都能捡回来做窝。他的窝已经成了垃圾回收站。不知道又从哪里找了一个塑料袋回来了。这个袋子还挺长的。就这是做窝吗？这就是走个过场吧。难怪这个窝做了好几年还是这个样子。不要的，哎，我还说他不要的话，我把这个塑料袋丢到垃圾桶去的，他一下就抢走了。好吧，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相信这一次你一定会放好。哎，你钻到这里面去干啥呀？罐子也不在这里啊，快出来，快出来！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哪里是做窝啊？这是在给罐子贴封条吧？这是为了防止二驴进去吧？还是给它扯下来？找了一早上材料了，飞到别人房顶上去了。嘿，你的袋子我给你带过来了，下来了。这个塑料袋对它的吸引力还是挺强的哦。他又在别人菜地里面找了一个塑料袋，这是准备一次多搞点材料带回去。哎呀，这是找一个丢一个啊！这个塑料袋他如果不要了，等一会儿我还是把它捡回去，丢到垃圾桶。到处丢垃圾的习惯可不好哦。他们做窝的材料对于这种塑料袋是情有独钟的。然后刚刚正在做窝，突然飞来两只野八哥，把它给吓到了，一直往我手上飞。然后我说我出来看一下我1个礼拜之前挂在户外的葫芦，这个家伙就跟过来了。遇到野八哥，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之前我有个葫芦，我不是还跟大家说我要挂在外面给麻雀做窝吗？想想还是算了，因为麻雀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就挂在这后面，看一下有没有北红尾渠在里面做窝。也就几天的时间，已经有鸟在里面筑巢了。来，你自己看一下，别的鸟2天做出这么漂亮的窝，你们做窝做好几年，到现在还是空空如也。看到野八哥你还害怕？怎么混的哦？你就在这里学习一下啊！我先回去了。哎呦，这小子追我追得还挺紧的。好了，这个位置自己回去。楼顶上有2只丝光鸟，又把它给吓飞回来了。看，那2只丝光鸟飞走了。现在安全了，走。完了，我好像看到那2只野八哥了。那2只野八哥正在后面追他的，过来了。这个鸟也太没用了，连野鸟都害怕。那2只野八哥终于飞走了，这家伙躲在这里不敢出来了。我看你不是小八哥，你是一个异类。野八哥已经飞走了，但是雨下的有点大哟，要不要开工建房子你自己考虑。我先回家了，再见。这个公园又在大面积的修剪绿化带里面的灌木。这个季节，灌木里面很多小型鸟在繁殖，所以每次遇到我必须过来搜寻一番，看一下有没有鸟窝遭到破坏。刚看到有好几只鸟叼着虫子往灌木丛里面飞，里面要么有窝，要么它们的孩子已经开始在学飞了，希望是后者。看修剪成什么样子了，这么低。之前评论区有人问我，为什么他们不错过鸟类的繁殖期再修剪？真错过不了，因为每年鸟类3到10月份都在大量繁殖。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季节植物长得是最快的，所以每年在这个季节大概率会修剪1到2次。也希望大家能理解那些工作人员。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有个鸟窝，马上就要修剪过去了。不过我检查了一下，里面没有鸟，可能小鸟已经飞走了，挺幸运的。搜寻了一圈，发现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走了，回家给小鸟摘野果子去。大哥，我要用我电驴啊，你天天站这上面干啥呀？走了，出发。到达目的地，带个小瓶子。
既然来了，肯定要来油菜地搜寻一番。每年这个季节，无数的小鸟在油菜地里面筑巢，因为要割油菜，所以说它们没来得及飞走，就丢掉性命。顺便回答一下前几天评论区说的一个问题，其实有窝的那一两株留下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没有遮挡物之后，太阳太大会晒死，而且天敌太多了。这些鸟之所以在这种灌木里面筑巢，就是因为它们属于食物链最底端的，所以说它们就会选择在油菜地这种比较隐蔽的地方筑巢。如果没有任何遮挡的话，要么它们会弃窝，要么就会被老鼠啊、猫啊或者其他的鸟类啊给吃掉，这种概率很大。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很多人的眼里，鸟和虫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都视为蝼蚁。你会去关心地上的一只蚂蚁是死是活吗？它会被淹死吗？对吧？肯定不会。我们能聚集在这里，只能说明我们都喜欢小动物，但是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时候人的思想站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说考虑的重点都不一样，这个是没办法的。看，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鸟窝，里面有4只嗷嗷待哺的小黄藤鸟。给你们看一下油菜地里面鸟窝的结构。之前有很多人质疑油菜地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有鸟窝，真的你们没种过油菜，油菜地里面鸟窝特别多，而且窝都做的特别精致。这一块油菜预计还要1周这个样子才会割，我估计1周之后它们也长大了，所以说暂时我们就不要动它们，每天密切关注吧。反正也挺危险的，因为它旁边的油菜全部都割了，它这个属于比较晚一点。我们这边种油菜的还是挺多的，一眼都望不到边，全是油菜地。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场景，还有无数这样的油菜地，里面全部都有鸟窝。可能我们能救到的0.1%这个样子，剩下的要么阵亡了，要么运气好的飞走了。走了走了，赶紧摘果子去。今天就摘这么一点点，不好摘呀，也不知道是被鸟吃的还是咋了。多了也没用，每天过来采摘新鲜的。走，回家。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半山腰上看到一只小橘猫，这肯定是流浪猫，它们主要就是吃各种小动物维持生活。狗子好像也发现了一只，我都听到叫声了，跑了。看，狗子马上要去追了，它特别喜欢追猫。又遇到画眉了，这叫声真好听啊！没追到吧？走吧走吧，我们回去。回来之后，把前几天我们在油菜地捡到的4只小家伙带出来晒个太阳，然后给它们吃桑葚。张嘴，这种小型鸟长得速度快吧？几天的时间都已经齐毛了。谁嘴巴张得大，我就给谁喂吃的，没吃到的自己想办法哦。好像都吃到了，等2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喂。吃饱之后晒几分钟太阳补补钙，熟悉一下环境就可以了。你们猜一下，这么大一块牛肉，那4只喜鹊一餐吃得完吗？你干啥呀？有你的份儿吗？你滚一边去啊！我都没让你吃，你一点都不客气是吧？来吃吧。这狗子最近是越来越脏了，本来是纯白色的，现在怎么成这个颜色了？大兄弟啊，你要吃就快一点，就咬1小口啊，等多了等一会儿喜鹊一餐都不够。对，就这么多。小心一点啊，别把我手给咬了，要是把我手给咬了，算了，我也总不能咬你吧。你就这样吃啊。好了，你就吃这么多，剩下的都给喜鹊。这几个家伙这一会儿正在外面晒太阳呢，还是这么脏，不过过几天就能洗澡了，到时候就会变得很帅。你们几个嘴巴张这么大，想不想吃牛肉？刚那一块牛肉已经被我分解了，现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就这一小块可不小哦。谁先来？就你了，一口就炫了。这是最大的一块，第2块稍微小一点，就给你了，都是一口炫呐。第3块牛肉，哇，你吃的可真香。
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没吃上嘞，就是你。都吃完了。第一只吃的那一个可能块头太大了，噎住了。不过我相信它可以的。刚那一块大牛肉就剩这么一点点了，我估计他们都吃饱了。还饿不？饿不？还行，还剩了这么一小块。吃饱之后看一下它们的背面，尾巴都这么长了。休息个5分钟，把剩下的一块牛肉让他们吃了。最后那一块牛肉我又切成了4小块，休息几分钟，马上都给他们吃了，然后等几个小时再喂。胃口怎么这么好哦？都挺能吃的啊！你再来一个，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最后一块就给你了，这下没了吧？你们看一下，那么大一块牛肉，一餐就干完了。吃完之后，过了20分钟，他们又饿了，准备再给他们喂点消音器。然后我出门呢，要等4、5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所以必须要多给他们喂一点。听说消音器配面包虫味道会更好哦，我计划把这么大一坨都给他们吃了，然后就 OK 了。来吧，小伙子，这一块吃着是不是没啥感觉啊？不要吵，不要急，我们这家庭缺吃的嘛。给你啊，嘴巴张大一点，给你。味道可以吧？小伙子，你吃不吃啊？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呀？先喂你隔壁的兄弟，来吧。给你吃的时候你装高冷，现在饿了吧？给你等一个最大号的，进去吧。再来一个，你来，你也不要吗？你也吃饱了？这一下都吃饱了，瞬间安静了。你瞅我干啥呀？一看你就不太聪明，吃的时候你装高冷。好喽，我要出门喽，等4、5个小时之后再回来喂你们，要安静哦。刚那么大一坨消音器，就剩这么一点点了，留着等我回来再给他们吃吧。这一帮造粪机，这玩意儿居然在山上让隔壁的老奶奶捡到了，还一下捡到2只，刚给我的。赶快去喂它。好，我又把这2个家伙带着，跟着老奶奶到山上来了，让我带回去养起来。我估计就在这附近捡到的，因为这个老奶奶耳朵听不到，86岁的，所以沟通起来特别困难。她每天都会来山上弄点柴回去。这玩意儿啊，以前吃的我很多师姐妹，说实话，以前我对他们恨之入骨。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窝，然后把他们塞进去。不过概率很低，沟通起来特别困难。这个老奶奶，这咋找啊？位置也不确定，也没有看到有窝，也没有听到老鸟的叫声。我是真的不愿意养。有一只鸟在树上飞了一下，我还以为他们的爸妈来了嘞，一看是2只这货。这玩意儿也喜欢吃小鸡、小鸭啥的，也吃其他的鸟。也是恶霸之一。咋整呢？你们2个跟我走吧。去年我们这边一老师他的学生在学校捡到了一只这玩意儿，他委托我养大，然后大了我就放生了，而且放到山上去了，放在家门口，他什么鸟都抓。前几天那老师给我发信息，又捡到了一只小伯劳。所以说这2个家伙长大之后，有的生存能力还是要给他们放远一点，免得家附近的鸟都要遭殃了。带回来之后，我给他们做了一个窝，顺便掰嘴给他们塞点食物。这又过了5、6个小时，好像终于知道饿了，张嘴要吃的了。不过只是嘴巴张一下，瞬间就躲起来了，有点怕人。不过这么小的鸟，只要它饿了，它什么都不怕了。正好今天有解冻的牛肉喂喜鹊，顺便搞一点给他们吃。这玩意儿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去别的鸟窝里面抓别人家的孩子来喂他们。来试一下家养的牛肉，野生鸟你们吃多了，这玩意儿应该是第一次吃吧。等了半天，这一只终于张嘴了，吃了1口就吃饱了，感觉他们的胃口有点小哦，
可能是用喜鹊来作为参照物。去年我放生的那一只小伯劳，每次发视频的时候，评论区都有人说他们遇到都会把这些家伙摔死，包括杜鹃。其实不用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敌意，不管是杜鹃寄生也好，还是这家伙抓别人家的鸟喂自己的孩子也好，这都是他们的生存法则。这就是生物的多元化呀，是吧？我以前也特别讨厌伯劳，因为吃了我不少师姐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法则，真的没办法。但是养大之后，我们还是带到山上放生。这个家伙今天总算是把他对象给带回来了，难怪动不动失踪10天8天的嘞。这个属于什么？属于出嫁了，已经在外面安家了。这一下我真的是彻底放心了，它应该是一只母的。刚他们两个出去转了一圈，这一下回来变成4只了。看一下啊，他们飞走了，但是我家那一只肯定会回来，是吧？就它自己飞回来了。主要是今天还没回来偷面包虫呢，现在面包虫就放在这里，随便他们吃。1个月他们要吃个10斤8斤的，太能造了。现在到了繁殖期，它特别亢奋，反正这几天天天都在家门口的上空飞行，有的时候1只，有的时候2只。然后刚刚八哥报警，给大家看一下这棵树上有一个什么东西。这货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都跑到家门口的桂花树上面来了。我是愿意相信他是过来抓老鼠的，跑了，看把八哥给吓的。我是不相信他把我家该死的鸽子的孩子抓走了1只。但事实就是，他最近天天过来的这几天，我家的1只小鸽子无缘无故的失踪了。我有理由怀疑是被他给抓走了，只是证据不足。这也直接导致我家这一只该死的鸽子现在已经躲到地下筑巢了，又下2个蛋。上我的小鸽子就剩1个了，也躲在下面。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说一个更惨的事情，我放生的丝光鸟母鸟被老鼠给咬死了。看这背上的伤口，它们最近一直在这一个洞里面筑巢。今天早上我也是在这一个洞里面发现它的尸体，里面还有2只老鼠。我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洞口给堵了。这2只老鼠被我抓到之后，它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后安详的睡去了。凶手虽然说已经绳之以法了，但是这个家伙是永远活不过来了。他们最近一直在找各种地方繁殖筑巢，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个结果。公的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的老婆就这样没了，他又单身了。唉，有喜剧那一定会有悲剧，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吧。8天之前，在别人割的油菜地旁边捡到了一窝小黄臀杯，已经长这么大了。正常情况下这么大已经开始学飞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要带它们来户外熟悉环境。目前给它们喂的食谱是小鸡饲料、西红柿、牛肉、鸡蛋黄、蛐蛐、面包虫、蚂蚱。现在先给它们喂一点小鸡饲料拌的蛐蛐，一口一个啊，这胃口一个比一个好啊，特能吃。干饭的速度必须要快。这一只一直以来都有点弱，每次都要给它特别照顾，多喂2口。好像还没吃饱嘞。西红柿拌的小鸡饲料，再来1口。你们这帮造粪机呀，可真能吃。特别右边的这个家伙，快的是最大的，每次它都是吃的最多的。这一会儿干了几口，我都数不清了。这一下终于吃饱了吧？几个造粪机，一个比一个能吃啊！这是，走，带你们晒一下太阳去。早上的太阳也没那么烈。1只手正好占下4只小鸟，不多不少，刚刚好。看一下它们的背部，尾巴都已经这么长了，而且它们站在我手上的位置就像个楼梯一样，一个比一个高。左边的最大，右边这一只最弱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麻烦了。它们现在慢慢的长大，我们就要去野化它们，户外生存，熟悉环境，预防天敌。哎呀，可操心了。所以说如果丢了还要到处找，所以说一定要循序渐进的让它们野化。
估计还要2个月左右这个样子，它们才会完全独立。独立之前必须要照顾它们，等到它们在野外待的时间长了，慢慢的它们各项技能都已经学会了。有些东西是在它们 DNA 里面的，不需要去刻意教。现在的这个阶段，它们属于懵懵懂懂的，刚学飞，所以说这个阶段在野外特别容易捡到，飞行能力很弱。别的我都不担心，这个家伙我是比较操心的。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病殃殃的，但是它也没有死，也长这么大了，也胖嘟嘟的。希望它能顺利的长大吧。现在这个阶段，它们就喜欢到处乱飞，所以说一定要照顾好，谨防猫狗。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又饿了，整点鸡蛋吃一下。吃饱了，我去喂喜鹊去。听一下，几只喜鹊正在撕心裂肺的叫嘞，都是造粪机呀。都吃饱了吧？好，吃饱了，你们好好休息。这是前2天隔壁的老奶奶捡到的2只伯劳幼鸟，养了3天了，带它们出来晒一下太阳。3天的时间，这2个家伙的翅膀和尾巴都明显长了不少，再有几天就可以学飞了。另外一只被太阳晒得招架不住了，找地方躲起来的，这个家伙还在晒，它是大一点的。这个季节的太阳太烈了，我都招架不住，所以说晒个那么3-5分钟就可以了。嘴巴张这么大，那肯定是要吃饭喽。先给他们整一点西红柿，西红柿的营养特别丰富，所有的鸟基本上都可以通用。虽然说这货是职业吃肉的，但是西红柿少不了。这有个家伙很聪明哦，都会自己抢吃的了。又开始打架了，还是我喂你吧。这么大一块西红柿，一口就干掉了。你也来一块。你们2个是造粪机是吧？这么大2块西红柿还没吃饱吗？看着嘴巴张的，毕竟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说营养必须要跟上，也必须要喂饱。现在给他们吃点肉，小黄鳝的肉片。到我这儿了，别的不说，肉肯定是管饱的。你还能吃啊？再来一块肉。这一下应该吃饱了吧？毕竟就这么大的块头，肉、西红柿这一会儿都吃了这么多了。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吃饱了，他们就是睡觉。不过过几天他们就要开始活跃了。不认识的人肯定以为这2个家伙是丑萌丑萌的，人畜无害，实际上是鸟类的杀手。以前我养的10姐妹珍珠鸟都被它们吃掉过，就是关在笼子里面，它们能把头都扯掉，就剩一个身子还在笼子里面。所以去年别人捡到给我之后，养大，等到它们有生存能力的时候，我就带到山上去，把那一只给放了，真的特别漂亮，但是胆子特大，连我的鸽子都敢抓。顺便让你们看一下去年那个家伙抓我鸽子的画面。血脉觉醒之后，块头悬殊这么大它都敢抓，而且真的是好漂亮啊，颜值真的很高。我放生的时候都有点舍不得，最后还是把它带到山上去给放生了。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家伙表面呆萌的样子给骗了，其实他们特别凶残。现在是吃饱了，有一只都开始躺在我手上呼呼大睡了。现在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吃的睡，睡的吃，这样长得会更快。自从那该死的老鼠把我放生的小丝光鸟咬死之后，我现在看啥都像老鼠。这玩意儿刚差点我都拔刀了。这家伙的颜色和老鼠还挺像的。本来这个洞是给他们通风的，这个家伙仗着自己的脑袋小，一天到晚把脑袋伸出来，等着投喂的。之前好多人问我那一只白色兔子还在不在，还在的。天太热了，躲着都不愿意出来。就这个家伙脸皮是最厚的，一天到晚就把脑袋伸在这里，有人过来看到之后都会扯点草给他吃一下，他都搞习惯了。我10次有8次过来，他都是这种状态。直到这个家伙过来之后，那一只趴在洞口的兔子跑掉了。这货有1个多月没有见到母兔子了，主要是繁殖能力太强了，我都害怕呀。看啊，我随便拿一只小兔子放在这里，它看到之后马上就会冲过来，看把它激动的。紧接着
它就不正常了，不正常了。人家还是个孩子呀，小子，你想让我破产吗？这小兔子是公是母我都不确定，而且还没到4个月嘞。这小子以一己之力把我家兔子从几只发展成了几十只，还好我控制得快，送人都送了10几只了。这1个月以来把它和母兔隔离了，我发现它长胖了一大截。我觉得如果让它们自由繁殖的话，就这几只兔子1年下来最少几百只兔子应该是有吧。它们繁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喽，现在肯定不会让你和母兔见面。你看你没有和母兔见面之后长胖这么多，生活多好啊，就是有点沧桑了。没关系没关系，我把大公鸡叫过来，你们交流一下。这只大公鸡和兔子差不多，天都想找母鸡。上一次中暑已经好了，现在它又精神抖擞，天天往邻居家的鸡笼里面跑。走，带你见个新朋友。闭嘴，嗓门咋这么大嘞？哎，你往哪儿拐呀？往哪儿拐呀？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前几天刚中暑，我让你出来干啥的？一过来就往别人家鸡笼里面跑啊！这就对了，你们2个用鸡语兔语好好交流一下，看一下为啥总是喜欢找母的。这大公鸡不可教化呀，还没2分钟又跑了，方向很明确，等一会儿再收拾它。这家伙现在都单独关笼子的，不然的话它分分钟越狱找母兔子，招架不住啊。没有送出去的小兔子就这几只了。你们要看大白兔一直都在嘞，它的眼睛不是红色的，所以我就把它给留下来了。到时候和黑兔子配对，你们说生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走，带它玩一下。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一带兔子出来你就过来了，咋了？你要带兔子去玩啊？哎，看不下去了。这该死的狗子，一到夏季我都不想说它了。这是换的新皮肤吗？我真想拿这个小新锤给你剃光光。它是奔腾首创的便携式3头剃须刀，刮我的胡子又快又干净，给布丁做造型肯定特别利索。还只有巴掌大小，揣裤兜都不占地儿。这老牌子就是靠谱，那么多年东西做得好，还总搞新花样，关键价格一直实在，只要198就能拥有高端的剃须体验。它的3D 浮动刀特别贴脸，连我的下巴、人中这些凹凸不平的地方都能刮到，加上每分钟10万次的高转速，不管是硬茬还是软毛，推个2圈就干净了。说实话，以前我也不太会挑剃须刀，一个老款用了好多年，刀头都变钝了，刮不干净就算了，有时还会在我脸上弄个口子，血淋淋的，别提多糟心。这回特意挑的这款，它用的是双环弧面刀网，上脸温和不卡顿，用久了还会觉得越刮越快。我偶尔顺手刮刮手毛、腿毛啥的也没问题，还是整机防水设置，用完刀头一拆，冲干净就完事儿了，很方便。而且充一次电能用1个多月，平时出差旅行揣兜里就能带走，完全不担心续航。咱老大爷们儿别的地方糙一点无所谓，脸上每天要用的家伙可不能凑合哦。现在新品推广优惠力度很大，保价还送运费险，感兴趣的都领上券来试试。女生也可以买一个送给男朋友哦，实用又贴心，保证他喜欢。看一下这4只小喜鹊已经长这么大了，之前还说它们身上脏兮兮的，洗个澡就好了，结果澡都还没洗都变干净了。这2天开始给它们放在外面熟悉环境，感觉都饿了，来消音器伺候。总有人好奇为啥我给它们喂消音器，因为这玩意儿特别方便。跑了一只，先不管它，先把这几个家伙喂饱。啊，张嘴！感觉消音器的分量有点不够啊。这味道可以吧？另外一个又飞回来了，下来，下来！那一只不回来算了，这个消音器就给你们3个分了，正好能长胖一点。哎，刚说完你就下来了，你吃不吃？看，他很怕人的样子。那你们3个就多吃一点，没了。你就站这里傻叫啊，你个智障！来吃我的手，味道怎么样？这一只有点不合群呐，每次放出来它都喜欢自己单独跑。没办法，谁让我一视同仁呢？西红柿配的消音器，追着你喂，这下可以吧？我都不让你过来了。另外几只都在这里晒太阳嘞，身上还是有一点点脏，不过这2天给它们安排洗澡之后，就会变得很漂亮。完了，
我刚听到那个智障飞了一下，我赶紧下来，发现它已经不见了。这傻鸟，我要赶紧找它去。骑着我的小电驴在村上找了2圈，终于发现它了。你们是不是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叫它，它会回应我，而且幼鸟的叫声和成年鸟的叫声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通过声音我们就找得到。这个位置经常都有猫，小鸟这个阶段很危险。过来，过来！这傻鸟完全不理我，4只里面就是它最笨的。其实幼鸟在学飞的时候死亡率是最高的，因为这个阶段它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怕，未知的危险太多了。刚说你蠢，你还挺聪明的，上手了。哎，不能夸是吧？刚夸完又跑了。就这傻鸟，看它的外表就不太聪明。不说了，我要先把它抓起来，不然等一会儿被猫给干掉了。最后使用了我的杀手锏，把这个二货给逮到了，先带回去。回来之后给它搞了一口吃的，它就上树了。等一会儿你接着跑啊，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找你。这帮小喜鹊的叫声把我前年放生的那一只喜鹊都吸引回来了。刚还在偷狗粮嘞，现在胆子越来越小了。但是我确定就是它。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家伙，我走哪儿它都跟着，跟个狗皮膏药似的。反正只要张嘴问我要吃的，我就给它搞一点。所以说它吃的特别胖。这不，我手上又有吃的，来一口，再来一口。这下吃饱了吧？喉咙里面还没吞下去的。好了，就这样，你们自己去玩。现在吃饱之后，它们基本上都上树了，让它们慢慢的熟悉环境，适应环境，就可以放生了。